药君道德经愿讲第6集，愿体自然之道，愿行无为之境。第41讲、第48讲。第41讲，愿道不易行，愿心不退志。原文：上士闻道，勤而行之；中士闻道，若存若亡；下士闻道，大效之。不效不足以为道。简注：大道的运行法则向来难以被世人普遍理解，智慧高深者听闻大道后，即刻付诸实践；资质中等之人对大道半信半疑，时而相信，时而忘却；学识浅薄者听闻后，则会嗤之以鼻。若不被这类愚人嘲笑，反而不足以证明其为真正的大道。真正的道常被目光短浅之人误解，唯有意志坚定、矢志践行的人，方能突破世俗的偏见与阻碍。愿力引导，立志修行、坚守愿力之人，必须树立一颗不为外界评判所动摇的坚定愿心。修行者不应将他人的理解与认可作为追求，而应以无愧于大道为准则。不应畏惧他人的嘲笑与讥讽，只愿内心的光明永不熄灭。在追求大道的道路上，外界的质疑与否定皆是常态，唯有保持内心的纯粹与坚定，才能在修行之路上稳步前行。愿语正文：愿我在听闻大道后即刻付诸行动，坚定的志向不被他人的嘲笑所动摇。愿我守护内心的愿力，不被纷繁复杂的人言所迷惑，更不会因外界质疑而退缩。愿我能在他人的嘲笑声中修炼真正的愿力，于重重逆境中成就大道，实现修行的圆满。结愿语：愿我心中常存坚定的愿力，面对外界的声音无畏无惧，即便大道征途遥远，愿心也能始终保持正直，指引我不断前行。第42讲，愿化一为万，归万于一。原文：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万物负阴而抱阳，充气以为和。简注：道是宇宙万物的根源与本质，由道衍生出混沌未分的一，又分化出阴阳两极，阴阳相交产生第三者，进而演化出世间万千事物。世间万物皆蕴含阴阳两种属性，阴阳二气相互激荡交融，最终达到和谐平衡的状态。立志修行愿力者，应当懂得从纷繁复杂的万象中探寻本质，将多样归于统一，化繁杂为简约，使自身的修行契合和谐之道。愿力引导，修行愿力的关键不在于杂念丛生、事物繁多，而在于回归本质，坚守根本。一个坚定的愿力能够贯穿于万千法门之中，一颗纯粹的心能够生发无数善行。当愿力归于和谐，行为自然源于愿力，二者相辅相成，共同推动修行者在大道上稳步迈进。愿语正文：愿我凭借坚定如一的愿力，生发出万千善行，不被外界的纷杂扰乱心智。愿我在愿力的修行中，始终坚守中正平和之道，不偏不倚，保持内心的平衡与稳定。愿我面对世间众多现象与诱惑，能够保持清醒，不被迷惑，最终回归本源，与大道融为一体。结愿语：愿我将万千愿力汇聚于一心，以和谐为修行之道，以简约为心灵之光，在修行之路上不断前行，体悟大道的真谛。第43讲，愿无形胜有力，愿无声动万物。原文：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，无有入无见，无事以知，无为之有益。简注：世间最柔软之物，却能在最坚硬的事物间自由穿行。无形的力量能够穿透最细密的缝隙，修行愿力亦是如此。其关键不在于通过强力去争取，而在于以无形的方式渗透，以无声的姿态转化。柔和无形的力量往往蕴含着更强大的影响力与穿透力。愿力引导，践行愿力之人应当秉持柔和谦逊的态度，不与人争强好胜，不用武力或强制手段使人信服，而是以真诚之心感化他人。不执着于外在的形式去追求大道，而是通过坚定的愿力将修行融入日常行为之中，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世界。愿语正文：愿我修行愿力如同清水，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发挥强大而持久的力量。愿我坚守柔和不争的品质，让大道在自然之中顺畅运行，无需刻意强求。愿我不依靠强硬手段去战胜困难，而是凭借坚定的愿心，感化如坚石般的阻碍。结愿语：愿我无声的愿力能够渗入人们的心灵深处，愿这股不争的愿力转化为无穷无尽的力量，与大道相融相生，发挥出深远的影响。
第44讲，愿我不贪名利，唯守本愿。原文：名与身孰亲？身与祸孰多？德与亡孰病？是故慎爱必大费，多藏必后亡。简注：生命与生命相比，哪一个更为亲近？生命与财物相比，哪一个更为重要？得到名利与失去生命，哪一个更令人忧虑？过度贪恋名利，必然会付出巨大的代价；过度囤积财物，最终也将遭受惨重的损失。立志修行愿力者，应当认清事物的本质，守护生命，坚守本愿，而不是盲目追逐虚名与财富。愿力引导，愿力修行的根本在于舍弃内心的执着，明悟本心。修行的价值不在于获取多少外在的利益，而在于坚守内心的安宁。愿力不应被利益所动摇，身心不应被虚名所左右，唯有如此，才能在修行之路上稳步前行。愿与正文：愿我不因追逐声名而丧失内心的愿力，不因贪图利益而扰乱本心。愿我懂得适可而止，知足常乐，不盲目妄求，不过度囤积。愿我内心的愿力长久留存，不随着得失而起伏变化，始终保持坚定与纯粹。结愿语：愿我轻视虚名，重视愿力，看清财物，看重大道，以大道为立身之本，以愿力为亲密伙伴，在修行的道路上坚守本心，不断精进。第45讲，愿不全者全，愿不盈者久。原文：大成若缺，其用不弊；大盈若冲，其用不穷；大智若屈，大巧若拙，大辩若讷。简注：真正圆满的成就往往看似有所欠缺，但它的作用却永不衰竭；真正充盈的状态看似空虚不足，但它的效用却无穷无尽。最正直的品德看似委曲求全，最卓越的技巧看似笨拙无奇，最雄辩的口才看似木讷不善言辞。立志修行愿力者，应当懂得收敛锋芒，手捉藏光，不过分显露自己，方能长久地保持修行的成果。愿力引导，真正的愿力修行不在于追求表面的圆满无缺，而在于保持愿力的持久效用。看似笨拙木讷的修行方式，实则蕴含着深厚的智慧，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，最终成就大道。愿与正文：愿我不追求外在的圆满而丧失内心的正直，愿内心的愿力即便隐匿不显，也永不枯竭。愿我修行愿力看似笨拙，实则根基深厚；看似缓慢，实则能够长久坚持。愿我收敛光芒，不刻意炫耀，安静地践行愿力，永不懈怠，稳步迈向修行的目标。结愿语：愿我以看似不圆满的愿力，成就大道的长久圆满，以不显露的姿态转化为无穷无尽的德行，在修行之路上收获圆满与安宁。第46讲，愿我知足止欲，愿道不离心。原文：天下有道，却走马以粪；天下无道，戎马生于郊。或莫大于不知足，就莫大于欲得。简注：当天下遵循大道运行时，战马会退回到田间从事农耕；当天下背离大道时，连怀胎的母马都会在战场的郊外产崽。世间最大的灾祸源于人的不知满足，最大的过错在于贪得无厌。立志修行愿力者，应当以知足为福，以止欲为修行之道，不生起争名逐利之心。愿力引导，修行愿力的关键不在于获取更多，而在于减少欲望；不在于战胜他人，而在于战胜自己内心的贪念。唯有懂得知足，大道才能安稳于心；唯有止住欲望，内心才能保持清净明澈，从而更好地践行愿力。愿与正文：愿我不被物质欲望扰乱内心的平静，不被贪求之念动摇坚定的志向。愿我坚守内心的唯一愿力，守护清净的心灵，不为外界诱惑所动。愿我实现愿力，并非依靠过多的追求，而是源于懂得适可而止，知足常乐。结愿语：愿我内心的愿力懂得知足修行的行动，能够止住欲望，心不追逐外物，大道便永远不会离开我的身心，伴随我在修行之路上稳步前行。第47讲，愿内观天地，愿心通大道。原文：不出户知天下，不窥牖见天道。其出弥远，其知弥少。简注：真正领悟大道智慧的关键，不在于远行去寻求知识，而在于通过内心的关照与自省。真正的大道从内心生发，通过坚定的愿力得以显现。过度向外追寻，反而会离大道的本质越来越远，所获得的真知也会越来越少。
愿力引导，修行愿力之人不应将精力放在便利世界、外求真理上，而应专注于关照内心，发掘内心的光明，不必在外界寻找大道的踪迹，而应让愿力在内心生长，以内心的光明照亮修行之路。愿语正文：愿我无需远行寻求，便能从内心领悟大道的真谛。愿我不被事物的表象所迷惑，在宁静的内心之中洞察大道的奥秘。愿我闭门修行愿力，却能遍观天地万物，明白大道就在心中，只需用心感悟。结愿语：愿我内心的愿力明亮透彻，无需向外眼求。愿这股愿力如光芒般照亮自身，使天地万物的奥秘自然显现，助力我在修行大道上不断精进。第48讲：愿为道日损，愿取欲归真。原文：为学日益，为道日损，损之又损，以至于无为，无为而无不为。简注：追求学问的道路在于不断积累知识，而践行大道的过程则在于不断舍弃内心的杂念与欲望，不断的舍弃放下，最终达到无为的境界。看似无为，实则无所不为，能够顺应自然规律，达成一切。立志修行愿力者，应当减少内心的执着，舍弃贪欲，以空灵明澈的心境修炼愿力。愿力引导，修行愿力的关键不在于不断增加外在的东西，而在于减除内心的负担，不在于刻意追求某种方法，而在于忘却对方法的执着。愿心越是清净无染，大道的本质就越能清晰显现，修行也能更加顺畅。愿语正文：愿我修行愿力如同消除不祥之物，每日减少内心的杂念与欲望，使愿心日益明亮。愿我放下内心的欲望、执着与虚荣，回归初心，坚守最初的本愿。愿我秉持无为而治的态度，坚持不懈的修行，自然成就愿力，不居功自傲，让大道永远与我相伴。结愿语：愿我内心的愿力清净纯粹，在每日的减损中成就大道，以无为的心态、无执的境界，让愿力自由自在地发挥作用，实现修行的圆满。结尾愿句：愿我不随众生而迷，不为名利而动。愿我减一分执念，增一分清明。愿我日损忘我，日日归真。